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或看法，来批评指教。好，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孝伟兄。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这礼拜国际上重中之重的观察焦点在中东，因为现在伊朗可以说是战云密布，但什么时候会开打？是真的会开打吗？美国真的会动手吗？现在就等川普来下令。而现在传闻当中呢，说最快在2月1号，美国就会对伊朗动手哦。美军的航母林肯号目前已经到达了伊朗的外海就定位了，但外界还是不确定川普什么时候会下令正式开打，要进攻伊朗。而美国独立调查媒体 Dropside News 呢，最新的爆料是说呢，美军的高阶官员已经告知中东重要盟友，说川普最快在2月1号会采取行动。当然，日期定出来了，就表示不见得会如此哈。但是不是如此哈？我们等一下要特别来讨论一下。这是美方一贯的极限施压。而这个报道也指出啊，这次的攻击与核武或飞弹计划无关，而是关乎政权的更迭，就是要推翻现有的伊朗执政的政权。美军这次的目标呢，锁定在伊朗政府高层与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核心。所以，川普政府的想法呢，是成功打击伊朗的领导阶层，让民众再次的走上街头来推翻目前执政的政府，也就是只针对执政当局，而不是针对平民百姓。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表示啊，他支持这项计划，并且呢，向川普也保证说，以色列可以协助在当地建立亲西方的新政府。现在看来有几个模式，其中有一个就是比照委内瑞拉的模式啊，也就是呢，速战速决，对伊朗政府呢，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展开这个斩首作战。但是这个可能性还有这个评估成功率啊，我们想先请教钟老师怎么看？我个人就是，当然现在大家都会把它跟那个委内瑞拉的相比较，可是委内瑞拉不要忘了，那次是下去把它抓起来，然后带到美国。这一次我倒是觉得比较可能的话，就是真正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的这个行动。对，因为你考虑到过去，其实美国在过去真正派遣特种部队，那时候我假如没记错，在1980年卡特总统的时候营救所谓的美国人质，那时候也是 Delta 的所谓的特种部队派进去，不过当然很著名就是失败，所以你知道派人员真正美军进去里面所谓的逮捕他们高层，那所谓逮捕高层，那就是所谓的他最高领袖。我就像主任刚才其实就有提到了，你现在已经讲说我要打了，那其实像这种所谓的斩首行动，最重要的就是奇袭。对，第二个是情报。那奇袭的话，当然他说那一天也可能前一天，也可能后一天，也可能好几天，不管，就是故弄玄虚一下。对，不过不管是怎么讲，我觉得反而这一次的关键会是在情报。老师，您觉得一定会动手，是吗？对，我个人觉得这个动手的只是动手的幅度而已。对，特别是川普，我们今天看到他还宣布美国进入所谓的这个紧急状况。对，那当然紧急状况有很多，它是因为国际的这个因素，种种的，所以当然他也是要为他这一次，假如就是对所谓的伊朗动手的话，在国内上面来讲取得合法性，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像他第一次那时候在委内瑞拉，他等于是没有经过这个国会的这个程序，他直接就动手。而且现在也看到说，以色列方面刚才也提到说，纳坦雅胡也强调说，就算成功的把这个伊朗现有的神学式政权给推翻了以后呢，他们可以成功的去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权，讲的这么有把握啊？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去年的时候，那些所谓的伊朗的这些反对人士，当然这时候在美国的那时候的前巴勒维总统的皇室，的儿子也出来讲话了。那当然这时候是不是能够成功，就是反对所谓的你把现在的这个，特别是要考虑到伊朗它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因素，它所谓的这个反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以及所谓的
反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是不是能够就是成功的扶植所谓他易主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亲西方的政权？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最明显的就是什么？伊拉克嘛，伊拉克当他把伊拉克整个可以说是派大军完全摧毁掉了。然后甚至已经派军在那边了，结果搞了那么久，还是一个反美的政府在那边。对，就更不用讲说，我们看这一次的这美军这次准备对这个伊朗动手的规模，目前我们看起来，这次没有北约，大家注意到，这次没有北约的他的欧洲盟友来声援他。没错，我们现在只有看到什么？以色列的声援，但以色列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以色列当然也是站在自身的安全利益来着想哈，当然希望他。就以色列的角度来，希望川普越早尽快动手越好。好，但是重点来了，伊朗会如何来反击啊？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的强调哈，委内瑞拉几乎是被挨着打，但是伊朗会这样子吗？伊朗的反击动作会是如何啊？从军事上面来看啊，在川普决定可能要动手的前夕。在伊朗这边呢，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叫做拉尼贾尼，他在1月30号呢出访莫斯科，也和普丁见了面。那克里姆林宫特别透过发言人 Peskov 来警告，他说呢，俄罗斯方面呢一贯的主张各方应该保持克制，避免以武力手段来解决争端。任何对伊朗动武的行为，恐怕都会引发中东地区全面的动荡，对区域安全会造成严重后果。而伊朗和俄罗斯过去有密切的军事合作，像伊朗呢部署了有俄制的 S-300中远程的防空飞弹，还有道尔中近程防空飞弹，以及铠甲 S-1低空弹炮合一系统。伊朗方面则是在俄乌战争有支援俄罗斯像是见证者无人机，还有法塔赫360飞弹等等。我想先请教军事专家，孝伟兄，伊朗绝对不可能，如果真的被打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坐着挨打啊！你觉得他的反击方式有哪些？他做的反击方式，我觉得就直接朝着以色列来哈，而且其实，在去年以色列跟那个伊朗的冲突之中，其实伊朗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以色列，你拥有的这种西方协助你建立的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对它并不是完全有效的，因为以这个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法塔系列这个飞弹，特别它有相当多是属于这种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那这个速度它本身非常的快啊，以这个高超音速武器来讲，如果说它能够以这个5倍甚5倍到10倍的这个音速的话，也就是它每小时每分每秒钟，其实它在移动的这个距离大概就等于那个1.5公里到3公里每秒，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今天大家都会好奇说，今天如果今天伊朗面对美国的空袭，有没有办法抵御美国的空袭呢？那我很诚实的说，当然不太可能，因为其实美方它在作战上面来讲，它拥有这个目前全世界最强的伴随式电站，搭配它的这个像航空母舰以及这个周边的空军基地部署的这些战机，拥有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机种联合作战打击能力。伊朗的防空系统对它基本上来说是没有太大效果，但是伊朗很大。伊朗的范围很大，那也就是说，如果伊朗它一旦有任何一个地方遭到攻击，那这个时候它就极有可能动用到它的这个弹道飞弹系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而且这些弹头会带着什么样的弹头？目前来说可能这个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的这种弹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高度疑问的。所以那以色列其实在上一次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冲突中，也已经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面对伊朗的弹道飞弹攻击，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完全防御的，因为伊朗的飞弹是高超音速武器，具备穿透以色列从包含萨德到这个大卫投石所到剑3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防空飞弹系统下来，的确以色列的这个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很强，但是伊朗飞弹的穿透能力也很强。那当然，伊朗飞弹的这个穿透能力强，并不代表就是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好，但是如果说它用的这种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种弹头的话，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就会受到比较大的这样的损害。那其实川普在中东，他真正在意的是以色列。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好像以色列这个纳坦雅胡非常支持这个以色列如何，然后甚至于保证如何，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就是说其实以色列在目前在加沙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之前在加沙一系列行动，其实已经让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他非常的觉得对于以色列做法颇有非议。那所以如果今天伊朗跟美国之间真的又发生军事冲突，其实你如果看到这个川普第一任期的话，你可以看到川普相对来讲，他其实的确早想
想动伊朗很久了，但是有各种现实的考量，让他对伊朗动手前都好考虑再三。现在当然你说可能当初可能会力主这个川普动手的这些幕僚，可能现在都不在川普政府里面。但是如果今天川普如果理解到，就他如果真正对伊朗动手，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像对委内瑞拉那样那么快准狠的，然后可能是用一个精准的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样一个绑架式的攻击，而后续会施老无功的话，那这个部分来说，川普可能就要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这是我请教你虽然说主要的会针对以色列来展开攻击那我们在这2天也听到伊朗放狠话，他是说呢，当然除了以色列以外呢，会主要针对像美军的重要基地，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还有包括美军的船舰。当然，他讲的是航母啦，但航母不是那么好打的，尤其是美军的航母它整个航母战斗群恐怕会把航母保护得好好的。但是他既然敢这么讲，就表示说他也是感觉是没有退路了。他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跟美军同归于尽的感觉，是吗？的确，其实说美国航空母舰到底好不好打目前来说，以往我们都以为美国的航空母舰不好打，但是甚至就是说之前在红海的一系列这个军事行动里面，美军上次杜鲁门航空母舰遭到就是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的这个运动发射的这个弹道飞弹，而且是攻船弹道飞弹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些弹道飞弹很多都是伊朗给他的，而且这些伊朗给到这个也门的飞弹，其实已经大幅威胁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在红海的这样一个这个运作安全性。当然，因为我们必须说红海它不是一个非常适合航空母舰作为水域，但是至少在那个水域里面那个也门加上伊朗证明了美国的航空母舰不是完全不可能摸不到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虽然说美国航空母舰摆在阿拉伯海，我觉得他们这次不会进到波斯湾啦，因为如果进到波斯湾，你要经过荷姆斯海峡，很容易就在这一段遭到这个伊朗的这个伏击的话，那这个时候对美国来讲是相对来说是很脆弱的经过那个荷姆斯水峡这一块。但是如果说今天在那个北阿拉伯海，你说伊朗有没有可能就豁出去了，动用他手上所有资源比如说就是要打一艘美国航空母舰然后让这个美国了解到他那个伊朗不是好惹，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因为一艘航空母舰大概5000多人，但是当然打到了美国航空母舰，那后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政治效益又非常可怕，因为美国可能就会因为你的他的航空母舰被打，而必须要对这个伊朗提高这场战争的这样的就是说美军的伤亡会是一件大事情。对，那你觉得在后面我们刚刚提到俄罗斯会有什么动作吗？其实我觉得俄罗斯在这一块反而不会对美国有太多的作为，他顶多会透过联合国的这个系统对美国发动外交式的这个谴责，因为其实现在光是俄罗斯应对乌克兰的这个部分已经就拖住他大部分的国力。其实美国透过乌克兰，然后减损俄罗斯的这个国力，其实大幅提升了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利益。这个部分来说，在世界上来说，现在是一个肯定的结果。理解，就是首要的是以伊朗，还有就是周边他这些小弟们包括像说到这个也门组织还有呢像斯利巴嫩的真主党等等那在这一次的伊朗危机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像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在中东的传统盟友，像是沙烏地阿拉伯还有卡达呢，其实之前也说了，中东的4个这个国家呢，也都积极的在游说、在调解也希望川普政府呢不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那沙烏地呢，甚至私底下也向德黑兰当局保证说呢，不会介入这次的美伊冲突，因为已经强调了他们不会开放沙特，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领空。好，另外呢，伊拉克的前总理这个比较亲伊朗的马里奇，最近也打算要回国，重新担任总理来执政。川普在29号也放话了，他说，如果马里奇回国的话，美国将不会再帮助伊拉克，伊拉克获得成功、繁荣和自由的机会就变成0。好，现在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卡达，现在都希望美国不要对伊朗动武，但是劝得动吗？而且传统上刚刚提到这些国家，沙特也好，卡达也好，都是属于逊尼派的。为什么这次会支持什叶派的伊朗？大家也在好奇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是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最担心后续打不是问题，打了之后所引发的效应，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的确，这个主持人刚刚谈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川普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我可以打一场战争，但打完我就会走。那盟友要自己负担更大的力量在这个区域安全上面。那我觉得对于像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你看波斯湾这个一打开来看，他们就是紧邻伊朗，只隔了一个波斯湾而已。那当然伊拉克也是陆路的跟伊朗相邻。那我觉得这背后就是他们在
盘算这个逊尼跟什叶派的这个思考，我觉得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两个教派坦白说教义上没有太大差别，只是说什叶派他是要求以穆罕默德有血缘的这个亲属作为这个领导者而已那另外一个逊尼派没有，所以相对温和，所以我觉得他主要考量不是教派，而是他们地缘政治上的这个战略。那如果伊朗因为跟美国打仗，而他们也要被迫出兵的话，那他们的损失跟牺牲可能无法估算，因为后面美国可能随时会抽腿，这个是我觉得他们担心的。但是今天其实有媒体报道，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好像在玩两面手法，就是他在表面上他说希望美国不要去打伊朗，可是他的这个国防部长私下却跟华府传达说希望你去打。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国家来讲，要铲除神学式正确，对他们来讲会也许长久来讲是更好，但是你要非常有把握可以把它摘除。如果没有摘除，把这个战争拖下去的话，后面就是这边周边国家受累。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计算这个到底利益谁孰重孰轻的过程，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天人交战。OK， 而且我就想到了之前在包括阿富汗也好，甚至包括那时候在处理 ISIS 的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未来如果这个战争发动了以后，我们看似好像这个事情如果结束了，但后续的包括像孤狼式的或者集体式的恐怖攻击事件在全球各地，甚至在美国本土发生，那会怎么办呢？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不过现在就看川普的一念之间他到底什么时候可能会下令动手来对伊朗出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这个礼拜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军方高层人士的异动真的令人震撼。这个消息呢，就是中国大陆国防部在1月24号正式宣布呢，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两人，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立案审查调查。解放军报特别用了5个严重对张刘两人的政治问题来定性。那其中的用词比如说像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特别受人瞩目。张又侠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同时呢跟习近平是一样的他在外界呢被称为是太子党的成员之一。而在国共战争期间，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曾经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并肩作战，所以呢其实也传出张习2代这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那张又侠呢，也是解放军现役少数参加过1979年陈越战争具有实战经验的共军将领所以这次传出被调查，甚至说是被整肃，对共军战力的影响，现在大家也在看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针对军方内部的影响，我们怎么观察呢？宋老师。我想最重要，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等于是解放军最高的这个指挥中心就专业的，我们讲专业的这些军人，现在被清洗掉，只剩下1个人。那当然，实际上这又不禁让我又在回想起其实没有人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坦白讲，你们假如是看过去斯大林跟希特勒怎么样清洗那些他们旧的这些军方的这个势力，然后也拔擢了一些新的一些所谓的这些将领是，结果实际上面的结果论上面来看，似乎也不错。那所以当然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很立即可以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就是目前现在所谓具有所谓跨战区，有这种统合站在最高指挥阶层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这个军事专业的人，目前来讲比较没有看到了，因为现在剩下的那个张春明他是主要是管纪委、管纪律的，没错，不是，他是搞那个政治政委出来的，他不是真正负责这个实际作战上面的，所以关键是没有错，因为就算是有人可以上来，可是我是说，
这个高阶的这种将领的训练哦，不是一触可及的，而且所谓真正台海发生战争的话，不是只有所谓的东部战区而已。没错，这整个台海发生战的话，是从整个东海从北到黄海、东海到台海以及到南海，这是整个都连贯在一起的。所以这时候解放军的里面所谓的专业的这个职业军人是。有没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具有宏观跨战区整体作战指挥的这个能力？我想这可能是他们解放军现在可能要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换血哈，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些分析也说，在换出来的这一批新血当中，那预料哈大概有70到80位哈，70到80位这样的一个大幅度调动。当然，换血代表的是决策思维跟决策行为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好，那所以您怎么看哈？就是这些新的将领在未来这个大换血之后，他们上台以后哈，向外，您刚刚特别提到，从黄海、东海到台海，乃至于到南海啊，整个对外的军事决策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可以想到的，到时候当然，假如是我们现在关注是在特别是在对台海的这个作战上面来讲的话。当然，这时候所谓的火箭军跟海空军啊，会是一个很关键的，至少在开始的阶段是很关键的一个力量。那目前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到底是谁会来顶替现在所谓空缺的，等于是完全是唱空城计的这个军委会。对。那所以在这时候，你说让剩下的那一位这个张升明来。负责整个作战的机会，甚至于习近平自己跳进来指挥战，我想这好像也比较不现实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等于是说他给自己斩首了嘛。我们讲他给自己斩首之后，可能我觉得要看他接着拔擢的这个新的这个将领拔擢上来进入军委的，进入军委拔擢上来这些将领，我觉得才可以我们在做。这个观察才会比较有具体的一些事实，否则现在甚至于还有人一测啊，现在解放军可能内部是不是习近平的这个军权是不是稳固啊？现在可能甚至于现在谣言满天飞啦。不过总的来讲，目前习近平我倒是看前几天才刚接见这个英国的这个首相，所以目前他至少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还是老神在在的。所以假如是说他在近期之内。没有准备发动所谓的大规模的这个军事行动。我所谓的近期内，当然不是今年了。我说在短期未来，譬如说我们大家关心的2027啊，在最近的这个短期的这几年内啊，假如没有计划所谓的这种大型的这个军事行动，川普不是讲嘛，他任内习近平不会打台湾嘛，他也讲过很多次嘛，对不对？姑且不要讲，我是说，所以我是说，假如习近平准备要进行所谓的大型的这个军事行动，他军委会的这个像这个位置啊，像他清洗的这些绝对要补上来。那他补了哪些人？我想这我们才可以作为进一步观察的这个角度。因为像现在的话，还坦白讲，我觉得一切都很混沌。不过就像我刚才讲，可以很肯定的，被自己斩首的这个中央军委会啊，现在你说要发动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我觉得这可能还与现实有一些。的确啊，最近有一些分析啊，就特别分析到了说权力的稳固性啊，就是说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在军方，尤其是这么高层的军事人事异动上面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调度呢，当然就表示他的权力现在是非常稳。好，那当然现在观察重点就在于未来地补上的这些军方的将领啊，他们的背景哈，可能要再做进一步深入的分析跟调查。好，那当然现在看到说中央的军委会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满编的编制，其实中共中央军委会是7个人。当然，军委会的主席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也就是习近平啊。那在4中全会剩下4个人，就包括了习近平、还有张又侠、张升明以及刘振立。现在张又侠跟刘振立2人被拔除，就只剩下军委会的主席习近平，还有刚刚提到的张升明，他是主管纪律检查的。但问题来了，这会不会加速解放军对周边的地缘冲突去采取更鹰派的立场？刚才特别提到。未来上来的这些新将领们力求表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个人认为是短
多长空啦，也就是说，短期之内应该是对于周边国家来讲，中共对于外可能采取外扩或是比较可能是比较大的动作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短期之内会比较低。但是你说未来等到就是说习近平他培养的这些人都上来以后，因为你看习近平从这个2012年上来之后到现在，他其实在中共军中已经有开始逐渐的培养他自己的这个信任的这样的人士已经也多年，因为你看前面这是他的第3任期，等于说他现在是类似，如果说他今天要在军方里面做他自己的5年计划的话，这已经可以到第3个5年计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未来他换上来这些人，我觉得其实到现在大概差不多这种就是战区指挥部的部分来说，大概应该都已经是他所信任的人，跟他在能力上获得他所认可的这个人上面了。那像比如说最近你可以看到东部战区新换的这个指挥官上来之后，就发动了这个和平正义使命的这个演习。是，那其实相对来说当然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但是你如果从解放军整体的这个调度，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完整的后战那个后勤那个支援等等这样一个符合作战程序的节奏来看的话，东部战区它这几年对台的这个行动来说，基本上来说其实是相对的是对我们这个要害好，或者说对我们的这个防卫上的弱点，其实是相当掌握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弱点跟压力。所以那这些人等到他们下一步，因为其实我相信从解放军跟那个世界各国军队一样，他每一个那个军官的这个官科上去，他都会有这种所谓的停年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毕竟上来之后，可能在中将这个层级上要历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进到中央军委去补他这个上将这个职缺。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习近平他上来之后所培植的这一系列的他所信任的这些军方的人马，大概差不多现在应该到一个中将的这样的层级，当然少部分也会进到这个接近开始逐渐接近到上将。那这个时候等到未来这些人历练过这个战区指挥官，然后补到这个中央军委，然后成为他的这个在中央军委能够遂行他意志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周边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有可能要承受共军未来更大的压力，因为其实共军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情况，他们也希望能够在2027年能够初步完成共军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所以到时候如果他们共军的这个现代化军那个建设完成了，然后再加上就是中共在人事上来讲，共军的人事上来说，由习近平他当初这些所欣赏的这些将领开始进到上将这个层级之后，那这时候未来他会对军权的掌控以及对军队的控制跟军队的运用会更完整，因为从中共来讲，它完全是一个党指挥枪的，它不允许这种枪指挥党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它一定会对那个枪的部分会牢牢抓住，动用它的那个政党的这个共产党力量，去把这个从上到下完整的这个控制住，然后甚至于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会形成过去2战时那种大本营的这种战报这种态势也不一定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总体来讲，它就是要那个党指挥枪。OK。重点是在这件事情它现在已经发生了将近1个礼拜了那在张又侠落马之后呢，前美国国安顾问 Sullivan 他也回顾在2024年跟北京在北京跟张又侠会面，他说呢，张又侠当时看起来并不担心就是老神在在，他说他也不需要去揣摩领导的心意。Sullivan 是形容张又侠他说话的风格就是直来直往，就是非常有军人的作风。那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还有蒙古事务科的科长叫唐安竹，他也认为呢，张又侠是现役解放军将领当中唯一能够针对解放军的实力还有短板就是弱点向习近平提供最优秀且最客观建议的人。所以现在张又侠落马了以后，这2天外媒有分析说，中美的军方之间万一没有了这个可以对话的人，会怎么办呢？好，我想其实从人来看中美关系是不太准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中美之间的军事对话，尽管在川普第2任期，就是2025年1月川普上任以来美中之间的军事对话还是保持非常的畅通。4月份这个中美之间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在上海，然后到下半年11月又在夏威夷开一次然后这个12月份的时候，美中的这个防务磋商由战争部跟中央军委会两边直接见面，然后这个其中还有在去年的11月，就是东协安全这个防长会议上面，其实美中也在这个两边的防长也在这个场合上碰面。那还不用说
香格里拉会议跟香山论坛双方的代表团的一些接触，也就是说，美中在川普上台以后的这1年里面，其实军事上面的沟通跟互动是非常密切，而这些是机制化的，它并不是靠着张又侠或是单一个别的人。那为什么美国会对张又侠这个人这么的，就是说这么念念不忘？那我相信，因为张又侠他在中央军委会的时间一共是14年，然后这其中有9年他是担任这个副主席的位置，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很久。对，所以他这个时间就等于说，在习近平任内跟美国打交道，他们应该经常会碰到。对，那见面3分情，这个是会有互信的，就是双边因为了解，所以会有美国人会对这个人比较了解，然后就有安全感，会有互赖。那我相信在短期，如果张又侠离开这个职位，美中之间的沟通。对解放军来讲可能会变得比较保守，因为新的人上来，他不知道怎么拿捏分寸，也不知道张又侠是为什么发生问题。那他们在未来接触美军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口风可能会变得比较紧，也就是美方假设想要探听一点中国内部的军事情势。以前也许张又侠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但是现在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比较收紧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整体来讲，或长久来讲，或川普任内来讲，美中的这个军事对话的机制应该是持续在运作。那还不用说，2026年，川普跟习近平可能要见4次的面，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情势里面，恐怕不会因为张又侠一个人中箭落马。或者是解放军的高阶现在遭到清洗，而本质上中断了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沟通跟交流。OK， 军方高层的对话也许中断到不至于，可是呢，就是在中间那个转述上面，还有特别是向上报给习近平做最后决策的中间那样的一个理解，还有包括建议啊。这恐怕是现在包括外媒，还有刚才特别点到了美国都应该要注意的风险。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他最近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啊，突然的在1月29号，这个行政命令呢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根据这一道行政命令的内容呢，是美国将会针对所有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收取高额关税。川普还指控他说古巴境内设有俄罗斯最大的海外情报设施。专门在窃取美国国安资讯，更指控古巴替真主党、哈马斯这些跨国恐怖组织提供相关的庇护。可是古巴这边也不示弱啊，目前古巴的国家主席卡内尔反控美国对古巴实施这个石油封锁啊，是法西斯主义、犯罪，还有种族灭绝，暴露出了这美国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本质。而古巴的外长呢，则是在1月30号也对外宣布，为了因应美国的威胁，古巴也进入国际紧急状态。现在大家都把这个紧急状态拉出来。好，古巴还说这是国际的态势啊，这不只是古巴国家本身，而是国际上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但这样做是不是要号召中南美中跟古巴相关，特别是亲古巴的左翼国家，在此时有机会能够来出手相援呢？马老师。我觉得这个相不相远跟左不左翼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很多国家也不见得是这个。只是先拿出来讲。对对对，但是我想古巴现在为什么川普会对他这么的咬牙切齿？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俄罗斯在这边有情报站，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有一个141项目，就是这个141 project， 这个 project 里面替中国在古巴设定了这个监听站。那这个监听站从2019年到2023年，就是现在的总统这个卡内尔他执政的期间，2021年上台以后，其实扩张了4倍所以我觉得美国没有办法容许有其他域外的大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特别是这一次 NSS 把这个西半球当成是美国势力范围，那美国没有办法允许域外的大国在西半球的事务里面插手。特别是中南美洲，那现在偏偏中俄不断在这边有这个军事活动跟插旗，更
然后2025年就去年10月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有通过跟古巴的这个军事合作协议。那我觉得这些迹象全部让川普政府会觉得这个地方在搞这个共产党的复辟。或者是这个过去共产国家的这个联盟，那我觉得川普是没有办法容忍这些，然后其他我觉得都是枝微末节的理由。那他的方法其实就很简单，就是限制古巴的石油进口。那这件事情对古巴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因为过去委内瑞拉可以稳定提供它，但这个马杜罗被抓以后没办法。墨西哥现在已经被美国政府说服了，就不卖了。那墨西哥政府这2天说不卖。古巴石油，那剩下来就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也被川普收复，所以在看起来现在周边国家并没有任何国家敢去援助古巴的状况底下，也就是说，美国把整个拉丁美洲划分很清楚，说这就是我的势力范围。是，然后我觉得中俄有一点难插手，因为中俄在这附近没有军事基地，鞭长莫及。对，鞭长莫及。然后他要援助这个石油过去的话，也要经过海运，基本上美国的海巡基本上还是可以拦。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远水救不了近火啊。那当然，在联合国层次或国际社会层次，这2个国家可能会帮古巴说些话，但是我觉得终局来看，还是要看坎内尔最后跟川普他们能够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可能还是要靠谈判，要不然古巴我觉得他不太容易承受这一波的制裁。从现实上面，就是说，即便是宣布进入了国际紧急状态，但对于古巴来讲，其实效用都不大。效用不大，因为它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它也没有开始动员，它只是外交部长发一个声明说，现在这个古巴陷入一个国际，也就是说对外环境上面的紧急状态，他们要赶快处理。但是外交途径，我相信还是以沟通为前提，而不是以军事为优先。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做法，其实对于委内瑞拉也好，对于古巴也好，其实好像是都是如出一辙哈，就是都是封锁，把它。这个尤其是在经济上面进行封锁哈，这次对于这个古巴的石油禁运哈，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古巴的要害，古巴的主要石油来源呢其实是墨西哥啊。根据这个墨西哥国营石油公司的最新报告表示呢，这个2025年1月到9月30号这段期间，墨西哥每天向古巴运送将近有2万桶的石油，而讲到了石油啊，其实在距离古巴不远的委内瑞拉外海。现在在这个海域当中呢，有着大量悬挂像俄罗斯、巴拿马还有伊朗等国国旗，来规避美国制裁载运石油的一个这个船运的船队哈。那被外界形容说是影子舰队。那追踪全球石油的产业情报分析机构叫 Kepler， 他们就估计说，影子舰队包括大约有1470艘油轮，在2025年里面呢，总共运输了37亿桶的石油，占全球原油流通量的6%到7%，所以这个量还算蛮多的哈。那古巴附近有这个大量的影子舰队，他们会是变成现在美国说要进行石油禁运规避这样的其中一个方法吗？当然这会是一个办法，但是就要看实际上美国的自己本身的决心有多大。因为因为古巴就在美国旁边，当然其实古巴长久以来从这个古巴飞弹危机以后就长期受到美国的这个封锁哈，它本身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财政状况其实真的也非常非常的不好。是。那当然在这一次哈，那个川普看起来似乎是要彻底解决古巴的问题啦，感觉啦，对，因为毕竟你看像那个Pompeo不是就是美国现在国务卿基本上也是那个古巴裔的哈。所以对于对，所以对于这个那个川普来说，他当然是很希望能够把这个古巴等于说长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方的这个重要隐患能够一次处理掉。但是当然，这个影子舰队是不是能够长期以往也的确提供了这个古巴相当多的这个燃油等等。那但是你说这个东西那个他这一次如果美国开始强力的用政策上来进行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些影子舰队，我相信在这个当下也必须要去避其锋嘛，对不对？如果美国雷厉风行说你现在如何，如果你不如何我就如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从事海上贸易的人来说毕竟这个钱要赚，但是如果这个生意是一个杀头的生意的话，他虽然说我们常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今天那个买卖真的是要变成一个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为美国就有可能会对这些影子舰队的船，因为你看最近委内瑞拉这一段美国对于这种在海上这些船进行了相当多的这种那个登船临检以及逮捕的这种情况，那
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美国的海岸防卫队或是你边境巡逻警察队等等在这个加勒比海附近对于这种所谓的影子船，因为这种影子舰队它本身是这种所谓一般的这种挂这种各种其他第三方国旗这种权益轮在这边跑来跑去，那对于美国来讲，他如果掌握了确切的情报，针对其中的船开始挑几艘开始下手，很容易就引起这种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也就是今天真的有人被抓了，那这时候其他人就会在这个短暂的时间要开始避这个风头，所以古巴这一波如果说他要能够躲过美国的这个强力的这样一个行动的话，我个人觉得难度很高啦，因为你看像委内瑞拉，即便那个川普铺陈了半年，最后还是真的动手，对不对？那对于这个古巴来讲，古巴在佛罗里达州南边是美国长期让他非常头痛的一个隐患。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天那个川普发现对付委内瑞拉的方式有效，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就有可能同样的对古巴来复制？不过，我请教，你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杀身之祸，因为大家还是要稍微避一下对，他之前对委内瑞拉，他是用美国这方面是用缉毒。因为怀疑是走私毒品，他用这样的名义去对付，甚至采取了军事行动。可是现在我们讲的影子舰队，它是运油，对，但如果今天你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到后果，因为我们讲的影子背后是有中俄的影子啊。对，但是我刚刚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东西它本身是在西班牙，是在美国家门口，也就是美国其实说真的，如果他今天要制造一个任何的一个可以的让这个外界幸福的这样一个借口，然后来对这些船进行登船逮捕等等，它其实像以这种非法石油交易上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起诉的这个罪状，因为你这种非法石油交易某种程度来说也就是走私嘛。对不对？走私的话，那对美国来说，如果今天你对我认定那种敌对的这样一个政体，然后实施了这样一个石油的输运，我就认为你是对我是这个非友善的这个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刚刚讲，有一地方就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边，古巴就在那里，然后它离美国实在太近，所以对于其他周边，刚刚你提到，不管伊朗也好，俄罗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鞭长莫及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些国家如果这些影子舰队也的确是由他们的权益论来进行的话，那对他们来讲，这些船东也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去选择避祸嘛，因为船被美国人扣了，人被美国人逮捕了，对船东来说麻烦的是他，对不对？理解。所以对照就是我们讲说石油禁运拿伊朗来看因为他们长期遭到西方石油禁运，尤其是以美国为主那从2025年12月呢，因为通膨问题就引发了在内部的经济危机，那更可能演变成现在是全国的政治抗争。美国的如意算盘当然就是希望从内部能够造成它的内部政权不稳，甚至被推翻。好，那根据这个能源数据公司刚才提到这个 Kepler 他们的资料呢，显示古巴现有的石油库存是足以支撑15天到20天，燃料及发电用油现在因为这个被禁运，可能会双双告急，全国现在几乎陷入每天停电的状态。那其实，在古巴这边，美国在1961年曾经用军事行动，它军事介入古巴，却惨遭失败。当时是美国支持一支1400人左右组成的一个反政府突击旅去登陆古巴的朱罗湾，结果最后是全军覆没。当时呢，也被称为是朱罗湾事件所以，如果现在照着川普的如意算盘，他希望古巴政府倒台，钟老师，但是又要避免当年。虽然说现在时空有转换，可是为了避免当年的朱罗湾事件要重演，因为这是美方所不乐见的，战略上会如何调整？在讲到朱罗湾事件的时候，我必须提醒那时候总统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这个甘乃迪总统那所以其实在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是要政权转移？然后川普到底会做出什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主要2个很大的一个观察点可以来看。第一个，当然就是总统个人。甘乃迪总统，当然就是相较之下，我们是老牌的政治人物，他对所谓的国际政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互动规矩，他潜规则他都是还有点对。川普的话是完全没有的，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之前就很清楚的就讲，现在。能够限制他在国际上面的行为，只有他自己。国际法那些都完全不是他的考量，而且不只是规矩连道德都没有。对，所以他舆论他也不在乎，所以他只是就是要达到他的一个目标，所以他是可以就是说，你假如想说
在那时候纯粹是个人的这种。假如是我们比较这个甘乃迪总统跟川普总统这2个人的这个人格特质，还有他们从政的这种风格上面，我觉得这当然就会影响到很大。简单来讲，他会比甘乃迪更敢干。美国的军事实力没有问题，在那个朱利安事件1961年的时候，就像美国现在还是一样超强，没有问题。所以我说这个可以值得观察是第一个，点是领导者的人格特质。第一个是总统的这个 leadership 的个人的，第二个是什么？国际环境。在1961年的时候，朱利安事件发生的时候，是整个冷战的高峰的时候，所以美国在进行对所谓的这个国外的干涉，即使是在他门口的古巴，他也是戒慎恐惧。所以你可以看所谓的军事干预，它主要是什么？它是协助所谓的古巴的流亡人士所组成的那1500人。不到超过1500人的军队，然后来登陆。美军只是从旁协助，美军甚至于主要还是由 CIA 这个中央情报局在后面推动。美国没有说真正是说美军冲在前面，所以这是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所以为什么这个川普对这个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会引起大家注意？因为这根本是。unthinkable 的这个事情，可川普就这样干了。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只要是要从纯粹透过军事力量的碾压，可能川普或许他这个个人的这个完全不顾舆论、不顾国际法、而且他觉得中国跟俄罗斯现在是他可以拿捏的嘛，他2个都是他的好朋友嘛，不是吗？所以而且他已经讲了，美国就是。这个所谓的西半球，这个美洲就是我的势力范围，所以我现在在我的势力范围要整这个古巴，从冷战以来给我们美国吃很多苦头的，所以我想啊，你在考虑到这个最新的这个委内瑞拉，还有其实之前美国其实在格瑞纳达还有在巴拿马都做过类，只是那时候其实美军都是希望就是能够有所节制，不会是说完全真的就是梭哈下去这样干。那所以在这一次在朱利安事件的时候，其实美军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所谓介入，主要是 CIA 的在后面提供，当然还有一些后勤的这些资源。所以这一次，假如川普要干，现在没有办法组织1500人的这个反抗军。不过川普的这决心，我们是可以看到，他已经说，Rubio 你古巴人，你可以将来当古巴总统，他不是这样讲过吗？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要小看川普的决心啊，因为特别是现在美国期中选举啊，可能很快就要来了。假如真的能够把古巴的事情啊，从英明的甘乃迪总统都没有办法解决，在他老川的这个手头之上，竟然能够把古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权啊，真正就是把它摘除掉，然后所谓的放置对选情有帮助。对，这纯粹就是对美国的这个选情，这是他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您刚才也提到说，国务卿 Marco Rubio 其实刚才孝伟兄也提到哈 ，Rubio 其实他就是古巴流亡的人士的后代哈，所以他也是对于这个古巴现在执政的共党政权是除之而后快。但是究竟能不能够真的如美国所预期的现在的石油禁运让古巴妥协，就等接下来看如何观察。我们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这一趴的重点还是在中南美洲哈。我们来看的是巴拿马最近有一个事情啊，最高法院在1月29号他们判决，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啊，就是长和集团啊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缩写是 PPC， 它所持有的运河两端港口，太平洋入口的巴尔博雅港，还有大西洋入口的克里斯多巴港。那2个港的合约都是违宪的，就相关的契约被最高法院判无效。PPC 呢，从1997年开始啊，就经营这2个港口啊，这2个港口其实是非常重要，有非常大的转运量。那合约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是延期，再往后延25年。这次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宣布延期25年，这个当初所定的
协议这个合约呢缺乏合法程序，所以呢构成违宪。中方已经由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30号回应，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中方企业的权益。这个时候突然被判是违宪，而是从最高法院来判定这个合约是违宪，是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巴拿马现在这个时候因为碍于刚刚讲说在中南美这边的地缘政治考量，所以选择先站队，是这样吗？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跟川普的影响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1997年当时的这个长江和记实业，这个是李嘉诚的公司嘛？那97年的香港其实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地方，就是虽然回归了但是它并没有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分支部分。那个时候，我相信全世界对香港的经营应该没有感到太不放心。那他当时签了25年，25年就是到2021年的年底。理论上，其实巴拿马是可以拿回来重标，可是也蛮奇怪，就是巴拿马就直接续约25年，这个听起来也不太合理但是这里面我说有一些蹊跷的原因，是因为李嘉诚的这个集团应该是闻到了味道不对，所以在2025年的3月，他主动说我的股权，我现在经营巴拿马的这个经营特许权，我要卖给美国的这个贝莱德公司 BlackRock 公司贝莱德对，结果这个公司后来这个被中共说不行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一阻止了以后，我看美国如果在那时候已经川普执政，我觉得川普应该不会对这件事情善罢甘休，因为美国一年的总航运，它的总货轮有40%的船要经过巴拿马运河，所以川普对这一条河是非常 care 的，他不是还说还要收回这条河，那怎么可能会落入中国的手里？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后面是有一个运作的逻辑，让美国应该是有对巴拿马施压，然后巴拿马又顺势觉得你做这个自动让你延期这件事情应该是违宪，而且这个公司积欠了巴拿马政府12亿美元的税金，这也是事实，所以他就拿到了这些把柄之后，他就把这个经营权给收回来，而且妙的是，他目前给暂时来经营这2个港口的公司是丹麦。这个丹麦最近跟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也处不好，我觉得美国有一点放这个利给他，就马士奇公司，它是属于丹麦，所以我说这里面为什么有一点点玄机，因为你从这个轨迹看起来太不合理了，怎么刚好是丹麦？全世界这么多公司，下这整盘棋的，我认为是川普政府，我认为是川普，对 ，OK， 有这个影子在，对，看起来好。那现在中方已经由他们的外交部先表达了初步的回应就是会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中方企业的权益。但现在大家也在问的是说，北京方面既然对这件事情开始重视了，那所谓的采取必要措施，要确保中方企业的权益的话，它初步可能会有哪些反击的手段呢？这我听起来就好像是国内政治人物被整的时候，他说我保留这个法律权利一样这当然这讲的话是空话了，我个人觉得是空话。那有没有什么实质手段？当然，所以是说讲是空话，可是当然他一定会有具体的这个反制。先表明态度立场。对他先表明，就坚决反对。这中国的一个态度，基本上是先把这个立场先讲出来。当然做法，当然绝对是我们可以，他绝对会有很多管齐下。怎么讲？第一个当然是纯粹从希望能够是不是在法律上面，虽然已经被宣布违宪了是不是在所谓纯粹在这个在所谓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体系，就是巴拿马国内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透过他在这个巴拿马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有没有翻盘的一个机会？那当然，第二个还是一样，法律就是从国际法上面来讲，你可不可以就等于是说你等于是说透过自己国内片面的这个宣布，然后来推翻所谓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合约。当然，实际上面合约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想这就留待法律上面去谈。不过我就是说，像这一件的这个事情以前都没有宪法的问题，但怎么现在川普上来之后就会有宪法的问题嘞？对，所以这就很明显的是什么？这不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纯法律的这个，不是单纯的商业，或者是说在法律上的争议。所以这根本是非常清楚的，这不是。所以这时候当然就是你只要是所谓依法来讲的话，这就有空间，不管是先从这个巴拿马的国内，以及在国际法，它可以从法律上面可以双管齐下。当然，第二个也是透过所谓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影响力，影响
这个巴拿马的这些国内的这个政治人物发挥，不是有那个我记得不是之前他把那个什么牌楼倒了，把它拆掉，然后又中共抗议之后马上就再盖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第二个当然就是透过中国在巴拿马的这个影响力啊，在国内政治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希望看看是不是能透过政治的力量啊有所翻盘。那当然第三个就是什么，以拖代变啊。我经常讲，川普啊，就像是疯狗浪一样啊，无可预期，而且坦白讲呢，可是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现象。那假如能够透过以拖代变，譬如说这种透过法律战的这个方式，把时间拉长，拉到说不定美国期中选举完，川普就马上被弹劾嘛，不是他自己说，那只要输掉的话，他可能就马上就会面临弹劾。那即使不是在今年，那在所谓的川普在剩下的这个3年的这个任期，反正就是打法律战，把这个所谓的用时间来换取空间，然后用这种拉长的这个时间，我相信啊，美国的就是川普的，即使是共和党，即使是凡是上来了，我想也不至于是说会像川普这样子，这种完全是我说完全不可预期，而且是完全不在乎这个这国际法以及国内法，你看他想要宣布紧急状况，他就宣布紧急状况。这就是我想问老师的，就是像这种单纯，比如说是商业或者是说合约，这个契约都已经明定好啊，甚至包括说我们到期了，然后往后再延25年，它单纯的可能只是一个商业上，当然现在不可能这么的单纯，它已经有了政治力，而且是国际政治力的介入哈，这是合理的吗？是，这当然。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啊，这就是很摆明的，就是很现实，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是说，其实法律上面法律你本来就是可以从正面跟反面，甚至于就是说有所谓的这个法律的漏洞，还有你本身的这个延长的这个期限。更何况当初这个我记得是卡特总统任内的时候，把巴拿马运河交还，就是交还给巴拿马，这有一些条件在里面。是理解。所以在这些条件的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我就讲，在川普上台之后，而且川普那么强势的，我们看他从去年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于到现在的刚公布的上礼拜就是前一阵刚公布国防战略军事有关美国战争部，他都不断的在提巴拿马。那所以其实川普这样，他甚至于就是说，他搞不好就是会说，你这个违反当初我们要美国要交给他，甚至于军事占领，再回去军事占领都有可能的，因为他完全不在乎其他国家的看法。这个地方对他来讲是必拿的一个据点哈。所以这时候其实这时候透过宪法的方式啊，反而是给巴拿马政府啊比较还有面子啊。对，不是说我到时候我直接派兵我就把你占领掉。所以接下来要观察重点就在于说，这个巴拿马运河哈，其实它是攸关于中美两强，我们讲 G2。不只是在经济利益，还有包括更重要的是战略关键地位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哈。所以两强在巴拿马运河上的竞争，接下来要如何博弈啊？我们先拉回到这个事主哈，这个公卿变事主，那事主当然就是长江和记黄埔的这个实业集团，那也就是李嘉诚哈。对于李嘉诚来讲，是解套还是被牺牲？你觉得？对李嘉诚来说，毫无疑问他是被牺牲了。那当然，对于这个违宪判决，对于巴拿马政府来讲是解套。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面对川普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压力之下，然后因为其实川普认为就是巴拿马把今天等于算是把这个巴拿马运河包租给了这个长江和记实业，其实极度不满的。那这个时候，今天以巴拿马角度来说，面对美国这么强大的压力，我先宣布你这个合约违宪，好，即便你在后面可以像老师所说的进到这样的法律战的这样的阶层，至少我对你美国在态度上有了交代。好，我态度上先跟你有交代某种程度来说，可能可以避免美国进一步提高下一步这个行动的可能性，因为毕竟川普现在很忙嘛，川普现在要忙的这个问题这个很多可能不见得一时半刻有时间可以分神过来对付巴拿马。